这2个国家现在抱团取暖。哪2个呢？巴西跟印度，因为他们被川普同样寄出50%的关税，所以嘞，这个鲁拉就打电话给莫迪说，我们来谈一谈吧，我们来讲一下计划吧。2个人通话据说讲了1个小时就是讨论川普政府单方面关税措施的一系列议题双方后来一起共同决定要深化经济交流说要捍卫多边主义。那当然，中国大陆就跳出来说支持巴西，反对美国任意的关税。基本上川普就任意啊，他高兴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啊。好，我们看到莫迪他就说，我不会为了关税牺牲农民的利益而且他还呛瞎说，印度绝对不会向川普低头，考虑要找北京来合作反击。其实说实话过去这个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有时候跟这个好，有时候跟那个好，可是现在呢，他看起来是有意要拉拢北京这个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所以印度呢要借此重新调整国际战略的布局。包括这位印度主播他就说了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 That's where we are right now. The deal is off, the tariffs are on. India is standing its ground. It has chosen strategic autonomy over succumbing to Trump's bullying. The breakdown of talks is a setback, not so much to India's position, but to whatever was left of America's credibility. It took years for successive US presidents to build trust with India, to reverse decades of distance. And Trump was part of that effort. But his tariff war is undoing all of it, and this time the damage may be far greater. 所以你看呢，激起了印度的民族性，他就说我不会对川普的霸凌来低头。那他们怎么做呢？我不买啦，不买什么？他要报复川普的无理关税，他停止采购6架新的 P8I 反潜机，我不要买可以了吧？现在还传出来说，普京俄罗斯的总统8月要访问印度，那这是来自于俄国最高安全顾问安全官员绍伊古的说法，说打算跟印度这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上合金砖峰会，8月31号到9月1号会在天津举行。那鲁拉就说会在这个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来讨论如何因应川普关税发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冲击跟后续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的总统也说计划访问中国，要参加这个上合组织峰会。那我们来看看呢，川普他的这个态度在南韩跟日本或者是说他的第一岛链所谓的亚洲的盟友他的态度是不是也怪怪的？包括你看到他跟南韩的关税谈判团在开会。结果呢，他一开口问什么？金正恩还好吧？所以这些南韩的代表真的全部头上都是问号，3条问号。他说怎么回事啊？你跟我们南韩谈判代表团会面，第一个问题居然问金正恩的近况。那我们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她才刚刚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承认北韩是拥有核武的国家，我们才有对话的可能性。基本上北韩就是把大门给关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跟南韩的军演现在要延后有半数的这个项目要延后说是因为很热啦，极端热浪。可是专家就说，可能是因为首尔当局有意避免过度刺激平壤所采取的一种做法。而韩美的高峰会这2个国家元首会在8月25号登场。有人说可能会涉及台海的议题，包括可能会要求南韩承担这个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太地区的防御任务，来牵制中国。那南韩会依吗？来问一下老师。如果你不反击的话，基本上来说讲的都是空话了。你说印度说，哎呀，我们绝对不屈服，但是你只要不反击，那川普的税就是课出来了嘛，8月7号生效嘛。然后另外再加的25%的关税是8月29号生效，因为是21天后嘛。但是你只要不反击，坦白说，因为就是单方面对你课税，你又没有对美国课税，你顶多只是不买他的东西，但是你不课税，那美国的产品一样可以卖到你的国家去，但是你的产品要卖到美国就有困难了，就比他吃力了一点。所以你不反击都是空话。
印度到目前为止没有反击。那巴西鲁拉当初也说他一定会反击，结果他也没有反击。啊，鲁拉说，我会反击，但是我还是在等待最后的谈判条件。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川普自己本身也往后退了一步。为什么自己自动往后退一步？是因为他不敢得罪他的老百姓，他不敢得罪他的这个 MAGA， 还有他的中产阶级，或是任何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早上常常有喝一杯柳橙汁的习惯，柳橙汁，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一杯柳橙汁是当天的维他命 C 的主要来源。好，那如果没有巴西的柳橙，那就喝不到柳橙汁了。买不到，第二个又贵了，那这样的话会造反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就柳橙汁就豁免了，总共豁免了大概65%，都不用课税。那课的只掉35%，里面就包括咖啡在内了。您刚刚讲的咖啡没有错，因为美国的1/3，美国进口咖啡的1/3是向这个巴西购买的。那巴西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国大陆马上就开放了，在7月30号的时候就批准了巴西183家的企业可以出口咖啡到中国来。那中国的市场够大，所以它可以消化掉巴西的一部分的这些咖啡豆。但是美国的星巴克就麻烦了，因为美国星巴克的咖啡豆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巴西，它的价格就会往上飙，这个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会有压力。好，那现在印度跟巴西他们都要到大陆去啊，到天津去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如果这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把这个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列为议题，而能够达成共识，也就是有一致的声音，然后要有反击的话，这会产生力量。可是只要没有反击，美国就不会怕你，因为川普就会有恃无恐。所以重点是在于反击，反击很重要。反击也就是说，你对我课关税，我也对你课关税，大陆就是如此嘛。你对我课关税，我就对你课关税，你课多少我就课多少。还有，你禁止晶片到我的国家来，我就禁止稀土到你的国家去。其实印度也有东西耶，印度并不是没有东西。印度只要不把这些基础药卖给美国，美国就麻烦了。因为印度的基础药的原料是从中国来的，对，但是美国的药的基础药是从印度来的。那如果没有印度的基础药，美国很多药都做不出来了。所以他有武器，他有武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领导人都是一张嘴。我很生气，我绝对不会屈服。你不屈服，你就反击嘛，不敢。这叫做什么？外强中干。那川普是精明的人啊，川普一看你就是外强中干嘛，你如果真的像中国大陆那样的话，那我也受不了啊。那我受不了，那我就跟你从日内瓦会议，然后一直到伦敦，然后到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现在又延90天了。延了再延，延了再延，对，这代表什么？因为你有反击嘛，是帮忙嘛，印度、巴西，你一反击，情况就变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打心理战。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舰长，怎么看这次印度应对这个关税战？印度真正的问题啊，让这个川普觉得不满的，也就是印度大买俄罗斯的石油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就是从俄乌战争2022年开始，印度就一路的扩大采购俄罗斯的石油。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实际上来讲，它的石油是比较便宜的。那它对于印度来讲，它买的数量已经是以往的每一年的3倍之多。它买这么多来干嘛？他买这么多，其实他来炼解之后卖给别人。你看看印度人果然是很聪明的。那所以我们说啊，他因为这样发俄罗斯财，然后让俄罗斯也可以同样的取得军费啊，这个引起了川普的不满啊。那实际上来讲，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站在比例来讲，这个是2024年的啊，也就是俄罗斯它卖给印度的产量呢，事实上是美国的4倍之多。这个
也就是美国其实想卖石油到印度去，但是呢，印度也不傻，我要付多少的这个运费啊，所以他不干这个事情啊。那但是呢，我们想一想，他现在的聪明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可以不要买你的这个海上巡逻机 P8I 可以了吧？对，那是一种表态，但是呢P8I 不买不止这一个原因啊，那其他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第一个涨价，也就是说，美国涨了50%的价格卖给印度，比起他2021年当初说要购买的时候，它价格涨了一半，那印度觉得这根本像敲诈一样。第二个，也就是当初美国不止卖我们讲到的 P8I， 事实上来讲。美国最近提出一个，我卖你 F-35怎么样？可是印度说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印度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买法国的武器，结果法国截至目前为止还拒绝让印度取得 source code，也就是你没有 source code， 你就没有 data link。那没有 data link 的话，那印度怎么打都失败嘛。有 F-35也一样打败啊。所以。印度不傻，只是大家不要来骗他。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把最后时间交给董哥。过去美国在全世界独大那因为中国的崛起，让他们对于这个情况就不能忍受，所以川普喊出让美国再度伟大，获得非常多的掌声跟选票。那其实全世界各地譬如说欧洲本来过去也是很多国家，为什么会成为欧盟？因为打不过美国，我们就联合起来了。那这个其实是个很大转变。为什么？你把自己的外交权利都放了。我从意大利上岸，我就可以坐火车到这些相关的申根国家，大家可以看，那是一个外交的延伸那东南亚这边当然东南亚协约国家大家联合，可是现在美国最怕的这个它叫做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大家可以看到了，巴西然后苏俄国然后大概南非然后印度然后中国大陆，这5个国家的第一个字母就勾起来叫做金砖门了。川普他公布了对半导体的关税是100%。所以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郭志辉就邀集了台积电、联电、鸿海等等这些半导体协会要集商对策。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对策是什么，只不过这个台积电看起来是被豁免了，因为他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嘛，答应了1650亿嘛，川普是说2000亿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说川普有听意见，什么意见呢？听这个人的意见。黄仁勋因为黄仁勋有说那这样子好了，如果你来美国建厂的话就可以豁免这个100%的晶片税所以卢特尼克证实了这一点。那现在黄仁勋变成台湾的救国英雄了就大家就说哇，你看黄仁勋真的是很棒，尤其是像是周玉蔻就立刻讲说台湾跟黄仁勋的关系互利共生已经是共识。可是等等，前一阵子黄仁勋不是去北京吗？不是做了很多场的演讲吗？还穿唐装吗？那个时候不是也很多人在骂他吗？说你仿中啦，如何啊？这个是到中国中国贵，说你去中国贵，讲黄仁勋是中共同路人，怎么现在又变成是台湾的救国英雄了？所以真的也是搞得我蛮乱的啦。那刚刚讲到产业这件事情，半导体台湾的命脉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山1.1滴现在要搬到美国去了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昨天大涨台积电美国厂现在是这样子，因为它到美国去了所以可以在水面上了。可是其他人呢？如果你没有去美国建厂没有去设厂，你可能要争，你必须要付出100%的关税。那没有付厂的就变这样子啦，其他人就要溺水了吗？那更多的产业是沉在海底所以用一张图呢，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企业界的担忧以及可能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担心灭顶这样子的事情。中国企业如果你跟他过从甚密在美国你看到川普会直接点名叫你下台他现在把手伸到企业内部了。来看看这一个例子，这是 Intel。
他的首席执行官叫陈立武，基本上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长大的一位华人哦，美国籍的一个华人哦，他在 Intel 很久了。现在被这个川普点名说你必须走哦，你必须立刻辞职，因为你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基本上就是指控说你跟中国大陆啊如何，你投资很多的中国公司，而且如果用美国端的企业啊如何背后的这个资金的连结跟解放军有关哦，大概是这一些指控。可是我们看到陈立武呢，在川普点名之后呢，说我们 Intel 的董事会是全力支持我的哟。哦，像是这么专业的问题，就要由专业人士来回答。这是陆行之，他是资深半导体的分析师。他说，其实陈立武是打算计划透过裁员，还有缩减资本支出来改善 Intel 的营运体质，可是跟川普主张的让美国制造再次伟大的政策方向是不一样的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他把陈立武给干掉，是不是？难道真的想要让台积电吃下 Intel 的部分股份，甚至技术转移与加码资本支出呢？这是人家企业的营运啊！你川普手伸进去，在那边指指点点哦，真的是前所未见啊！至少在美国，那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我们台湾的关税20%已经正式上路了，已经生效了。所以呢，传产现在真的呢，没有感受到帮助，因为总统告诉我们这暂时的啦，暂时的啦。可是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没单等死，有单找死。进退维谷啊！到现在没有感受到政府对产业有任何的帮助。赖清德有说要尽力争取关税降低，希望朝野赶快帮忙，让特别预算通过。可是你这个所谓尽力争取关税降低这件事情，到底进行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而所谓特别预算，你撒钱，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这个钱也不多。我们看到贝森特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说我跟各国的关税协议都差不多了呀，谈完了呀。所以所谓赖清德所谓的这个暂时性的关税，到底有没有本啊？他还有点名有一国会面临贸易震撼，讲的是中国大陆他说这个中国大陆最后可能会有一个贸易震撼，可是说是这样说。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又说什么？他说可能会延长90天哦。这个所谓美洲贸易协定，因为已经这个 deadline 要到了嘛，期限快到了嘛。这个是来自于 Fox News 他说会不会再延长？卢特尼克就说会，因为他们快要达成协议了，所以会延长90天，继续完成，一直到协议完成为止。所以他对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嘞？好像特别宽限，特别宽容啊！哎，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川普的这个关税，它大概告一个段落了。虽然台湾还对外面用一个黑布把它盖起来，说后面不知道，但我跟各位讲，我最近的观察，每一个国家开始都被标很高，后来谈下来以后，你要拿出很多条件给他那我们以我们比较熟知的，跟美国最好是欧盟，对不对？欧盟也本来被标很高，后来变15，可是后面还有几个东西大家要注意。第一个，你要投资6000亿美金，你要采购7500亿的美国的东西，加起来是天文数字。所以大家看到洪德莱恩一回到欧盟时候被骂个半死，你什么东西啊？每个国家都不承认，我们哪有那个钱？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的经济部长告诉我们，我们的关税不会比日韩高日本跟韩国就15，那15的条件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了嘛，韩国是3500亿，然后还要采购投资3500亿，再采购1000亿的美国的东西，这是韩国。日本呢？日本就不用讲了，5500亿啊，他本来讲4000亿，川普把日本人都找过来，当庭修改，就是5500亿，不然你就滚蛋。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15是这样来的那后面还有什么条件？汽车、卡车通通给我开放。日本就是要在坚持汽车跟稻米通通要被开放就是它后面是有条件的。你由这3个国家是我们比较熟悉、比较亲密的，那台湾怎么没有后面要投资多少，要采购多少，后来开放哪一些东西多少？为什么没有？他说因为有保密协定。好奇怪各国都可以公布，为什么只有我们台湾是不能公布？所以有个保密协定，这不是黑布吗？
对不对？黑箱嘛，大家看得很清楚。好，那你今天看哦，我们现在台湾碰到的这个处境哦，它当然啦，都很清楚，因为台湾对美国的顺差是739亿，这里面有65到70都是半导体的相关产业。那半导体大家可以看到，龙头当然是台积电，台积电独领啊台湾的股市的风骚，大家觉得股市不错啊。那就像我们那张图，那其他人怎么办？台积电去美国不是自己去耶，因为它有很多供应链，这些供应链分布在台湾各地。那这些人如果跟他去的话，台湾就被怎么样？2个字，掏空嘛。他以后最先进的产业就在美国，他就变美积电，这里说大家所知道。可是以后他跟谁缴税？他跟美国缴税啊，他的供应链跟谁缴税？跟美国缴税啊。台湾不是被掏空吗？我们最好的技术给他，然后我们的收入税金也给他，我们还剩下什么？各位朋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常识啊。但是我们政府丧事喜办啊，然后现在出来讲东讲西。好，那其实对台湾来讲，黄仁勋是非常重要的。黄仁勋被青鸟出征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青鸟那时候认为全世界没有什么比大罢免重要的。那黄仁勋怎么可以穿唐装，然后到了中国大陆还讲中文演讲？大家以为他不太会讲中文呢，这讲得这么好，到台湾都没有这样讲啊。你今天看到了，为了大罢免，你把一个朋友筹划，那你必须要想其实他们这种企业家，他一定要跨国啦。你说台积电在昆山有厂，在南京有厂，你以为他在东西卖给谁？中国大陆为主，你为什么不去出征？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无知的人正在领导台湾的前途，而赖清德以他们为国师，亦步亦趋，台湾怎么会选出这样的领导人？的确是，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川普的2000亿是怎么计算的。对。拜登时代的400亿算不算在内？不知道。然后川普会不会说，这个拜登时代的不算我的，只能算我开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台积电还要再投资多少钱？我们也看到台积电刚开始在拜登的时候，它是日夜赶工，用很快的速度把厂盖起来。可是很快的，他就发现水土不服，他也很快的发现那个生产经济效益太差，利润萎缩了，所以他就变成从快转变成慢。现在的情况是，川普跟你要2000亿美元哦，2000亿美元，6兆多台币。那他要你台积电付，然后贝森特说我3个月我要去这个检验一遍，而且呢，你从开始投产计划，我们美国人都要参与，你的所有的，那因此我要审查你的进度，你的所有的东西符合这个条件的，我才给你减免关税。那你如果答应要做的，结果你最后没做到，我要给你补关税。那如果说假设你最后没做到的，每3个月他叫你补一个关税，一补就是100%，那这个产品的利润全部都倒贴了，这个是严重的事。可是各位想，如果台积电投资了2000多亿美元到了美国去，那是不是已经变成好几座晶圆厂了？说不定就是已经超过10座以上。如果超过10座以上的晶圆厂，那请问一下，我们半导体的这些上下游的业者要不要跟得过去了？如果都跟得过去的话，台湾会不会就半导体产业就这样子连根拔起就掏空了？一旦被掏空了，那先进制程的，如果川普说，你现在台积电来了，我要先进制程的，你要把这个先进制程的转移给 Intel， 你这些要求你敢不敢说不？如果你说不，我就给你课关税。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那台湾半导体业者如果都走了怎么办？另外，现在的业者很痛苦的地方在哪里？使用很多晶片的这些产品，例如说不管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或者是这个个人电脑，例如说不管是人保或者华硕，你用了很多这些晶片，那你要不要到美国去投资？如果你不到美国投资，那你要不要被课税？以前我们的税都很低，现在要被课多少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我们的财政部没有告诉我们的业者，过去不用扣税的，或是课很低税的，那从今天开始8月7号嘛，到底哪一些产品要被课税？
没有一个厂商清清楚楚，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太不负责任了，对我们的厂商不负责任，对于我们的民众也不负责任，对于我们台湾的产业的未来，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如果它真的是被从台湾连根拔起都搬到美国去的话，那台湾的股市是不是会狂跌？因为你的重要资产都走了，股市没了，房市是不是也没了？股市、房市都没了，台湾的就业机会也没了，台湾的主要的消费力的这一个群众也都离开了，那台湾还剩下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麻烦赖清德政府赶快出来跟我们台湾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安台湾老百姓的心吧。是，来请教舰长。赖清德总统不会出来说的，一切都是机密，怎么可以出来说呢？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台积电啊，我们看看这就是亚利桑那厂。亚利桑那厂呢，其实现在我们之前看到拜登时代完成的，也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研究中心以及它的管理中心。那相对于下面红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其实有2块。那这一个部分呢，是它的1厂，那个跟2厂的部分啊。那白色的这个部分只是相对让大家确认，这一个下面的图就是上面这个图。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容纳像刚刚赖老师讲的10个厂，没问题啊，10个厂。你再看看它旁边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变压那个变电所啊。你看看这变电所，你不觉得很小吗？它现在只用了一点点的面积，可是它为什么当初要盖这么大嘞？因为它已经准备好，你还要再盖10个厂。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后面的这一个废水处理中心，通通都是如此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开始，而是永远没有结束啊。那至于说呢，我们大家一直在讲啊，说这一个黄仁勋的金口救了台湾的半导体，我必须要指出来，他只救了台积电，他没有救了台湾的半导体啊。台积电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从业人口？我们看到这个专门从事这一个科技产业的这一个杂志，他讲说一共8万人，只有8万人。台湾有2350万人，只有8万人，而且未来8万人有多少人要去亚利桑那厂还不知道。现在很聪明的航空业者都已经开了，从台北直飞这一个凤凰城，为的是什么啊？因为他知道以后你们都会来来去去啊，所以我就开了这个。他们不直接开一个到其他的地方去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另外我们来看啊，我为什么说只救了这个台积电？我们看看，我们还有成熟制程的这些晶片厂啊，这些晶片厂有力晶电啊，还有联电啊，这些公司，其实这些公司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未来它可不可以输入美国？它输入美国到底要付多少的税？我们台湾除了台积电，它的毛利可以到达超过50%之外，其他多半都是毛3到4，也就是毛利就3到4而已。你现在课这个税已经快受不了了，你未来课这么重的税，谁还吃得消呢？所以我们更不要讲，还有很多的传统业者，现在很多大家要不就是无薪假，然后已经开始问是不是要准备收掉。是，这个川普真的是对全世界这个无差别攻击，所以你看到各国其实都有因应的对策。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大罢免会大失败，当然白银鞠躬绝尾，很多小草倾巢而出，他们很多人说是要救阿贝。所以昨天我们看到柯文哲前主席出庭了，
他在庭上据说怒呛检察官，说回去告诉赖清德，我绝对不会投降。于是我们看到民众党有人进去听庭，然后呢把重点给记下来，用 AI 生成的声文复原还原当时柯文哲在庭上的这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当时我检察官去到网军就好了。我跟你们讲，大罢免会有这种结果，你们是最后的冤亲，不是吗？每天编故事，有本事我跟你讲，有本事你去处理镜新闻。你们真的是透面自干，每天被我骂也不敢反应。去跟赖清德讲，我绝对不会投降，我绝对不会屈服。去跟赖清德讲，我再讲一遍，我绝对不会投降，我绝对不会屈服。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四分五裂。好，大家刚刚听到那一段是利用 AI 来这个回溯柯文哲在庭上的声音那他是用AI 生成的声纹，所以不是柯文哲本人讲的，可是是用他的声音模拟他的声音出来的。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大罢免会大失败，你们检察官也有责任，你们回去告诉赖清德，我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会屈服，铿锵有力。观众朋友，你看到像是夏珍媒体人，他就说柯文哲这一番咆哮公堂是对赖清德的控诉，也是宣战。像是这个政治性的羁押已经成为检审抹不去的污点，因为到现在这个案情11个月了，没有进展。柯文哲忍不住飙骂，可是全民对于司法最后一点耐心也几乎是脱模殆尽，一罪不论从轻或是从重。至少不可以一罪羁押吧？这样的司法谈什么保障人权呢？我们看到游盈隆，他也说，民众党是关键推手在黄国昌的动员之下运用柯文哲牌进行催票，最终726 24-0基本上是25-0，因为加上高虹安，所以赖清德现在压力很大，内外交相迫。包括你看到呢，他所谓团结4讲讲到第4讲讲不下去了。7月6号，丹纳斯重创南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勘灾的时候还多次失言，说自己背啦，国军不能进屋啦，还有郭国文有讯号以及726大罢免大失败，还有728本来说好要去中南美，结果取消了，据说是因为美国不给他过境。另外8月1号，美国宣布对台关税20%，真的很多事情国家国事如麻，你到底在做什么呢？现在是全党在护一川王一川批评女性政治人物的粉底液，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信评部民进党的信评部说她是厌女台派。另外范云今天在立法院也被记者毒访，我们来听听看。王一川她是厌女台派吗？这个我待会他坐在我旁边，我会跟他讨论。讨论，所以你觉得他是吗？你觉得卓冠廷说信评部是毫无专业跟高度的切割？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完整的影像，所以这个烧这么久您都没有注意到。我会跟王一川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到王一川这一次对于女性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攻击，外表的攻击各种的这个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用一些不当的肢体语言去羞辱女性的政治人物那结果民进党一堆人跳出来为公开羞辱女性容貌的人护航，就是在护航王一川。只是因为那个人叫王一川，所以秀苗苗认为公开羞辱女性容貌不对的，还会被骂是内鬼因为信评部嘛包括李彦荣就说你这样不对嘛，你是厌女台派嘛，就说是内鬼。像是我们看到周玉蕙也骂他说是内鬼说他这样的裁决是不 OK 的。那赖清德讲不下去，就让王一川封下去。这是来自于联合报的重磅快评说你这个团结4讲你讲不下去呢，那你就让王一川出来装疯卖傻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到这样子的地步了吗？这是执政党应该要有的风格吗？我们来看到黄伟汉在这个时间点他也发表评论，他认为如果有不对的就应该要改那大罢免失败表示同意票不够多。你有人要做降制图卡，是不是搞错方向了？降制图卡不会让自己的票更多还有另外，我们台湾被乌克兰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军队的这个学者像是乌克兰学者讲说这个民防意识不足这个民间的准备也不足黄伟汉就说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不是观众。
而另外呢，馆长哦，自从去了一趟大陆回来之后，他有很多的想法。他说不了解台湾为何亲日亲美，他希望两岸可以携手迈进。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大家都要亲日亲美？亲日亲美我没意见，但是难道不能亲大陆、亲中吗？台湾的同胞，我们真的要两岸啊，真的要携手迈进，两岸合为一，妥妥的世界第一。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你会看得到的。来，先请教董哥。馆长讲这话，我其实是蛮有感慨的哦。大家可以看到，这2天最热门的就是台积电，对不对？股票也看它，然后川普也针对它。台积电现在碰到2件事情，美国硬要它去呀，你不来的话就克100%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豪斗啊。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就日本人派了间谍在偷台积电的2奈米，这个叫瞧起呀。我们自己认为最好、最友善的国家，在对我们护国神山瞧起豪斗。大家看了，我看馆长这我印象很深刻啊，真的就是好。那我来讲柯文哲这个施华。这一次的大罢免里面施华就像大家刚听到的，他的功劳很大，因为施华那么自甘堕落、下流卑劣已经历年来匪夷所思啊。像我们自己在新闻界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有那么多检察官、法官还有调查员那么让人家恶心的，每天死抱了执政党等升官。施华很简单，我告诉你，你只要用对照了就好。哇，我随便对照。今天你在电视上看到最多的新闻是什么？我大早一看，就一个女会计诈骗了公司5000多亿，50万交保，对不对？然后他再走出来这边痛哭。我看在我们 TVBS 看了，然后就觉得哇很有感觉。为什么？因为黄李锦如啊，国民党台北市长部主委被压那么久啊，也是上个礼拜才放出来，交保金多少？1000万啊！他犯了什么罪？伪造文书1000万 ，A 走了5000亿，50万交保，这是什么施华？各位，你可以告诉我吗？什么叫做羞耻心？我们检察官绝对没有的。我老实讲，这个叫施华吗？完全不成比例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最近的施华做了哪些事情？中文字大家都知道跑掉了嘛，对不对？它是 TDR 的操盘呐，我们国家有多少损失？涂成文更不用讲，大家看到那些诈骗集团的郭哲敏，都是200亿、300亿的那些，林炳文就是要帮彭佳佳，要帮他那个所谓的100亿赌王，这都跑掉了。施华在干嘛？你看到了吗？内雷舰的陈伟志也跑掉了。所以有时候你要讲，你只要碰到政治的话，没有看到检察官或法官公正的啦。我老实讲，柯文哲昨天标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施华把他起诉的这个人已经升官了嘛？他带着一个团队，那这个人叫江正义，他已经升官了升2审嘛。他过去就是起诉马英九泄密案。各位朋友，马英九泄密案最后施华的宣判是什么？定验是什么？无罪啊！只要能够欺负马英九，给马英九难看。马英九卸任9年半了，现在还在出庭，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北检提起的公诉叫做3中案大家看的就是这样，只要能够2审国民党、2审马英九，检察官就靠这个升官嘛。你看的不是这样吗？那今天北检派去出庭了，有3个公诉组的检察官那带头了，这个叫林俊彦。林俊彦是谁？他就是起诉王炳忠跟侯汉廷说他们是共谍他们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他们受一个学生的指使在里面发展，这好不好笑？这个学生后来被他们抓起来，真好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案子一到法庭里面，全场都是哄笑1审、2审、3审，通通无罪，太好笑了吧？可是我可以2审你为什么可以让那些立媒登很大？哎呀，又抓到共谍组织，又怎么样？最后判无罪，你们为什么1审、2审、3审都无罪？你们为什么不登？为什么不登大？你们就是要揍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侯汉廷像共谍吗？大家看的就这回事所以他们就是欺负人，用施华欺负人。他们传侯汉廷、王炳忠早上8点多要开庭，早上6点多就去人家家里抓人了。各位，你要有点施华要有程序正义我如果8点半你叫我来，我没有来，你去
抗传击机，你来抓我，有道理吗？时间还没到，你凭什么去我家里抓我还收手？还有一个法官叫廖文仪说，可以收手。你们这是有什么司法概念？你们要帮民进党涂脂抹粉，你们也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这是基本的常识啊！我讲这东西其实真的很有感觉。柯文哲的案子，他有没有贪污？你把证据摊出来嘛？那你今天在法庭上用这些东西，让大家觉得说你们法官就是故意的嘛？所以为什么他这个 AI？大家讲说 AI 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以前我们到法庭他都不准拍照，不准，大家就出来请画家这边画现场。对全世界都这样，不是只有台湾。对。你看 CNN 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把法庭那个想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诉你就想起来，这次在选举前面最悲哀的声音就是彭真生。天哪！我怎么会生长在这个国家？很沉痛吧？是真的，这个因为。董哥是非常资深的司法记者，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慨。赖老师，刚完全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这个自身兄的愤怒，对，还有一种绝望。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不信任司法也就算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台湾的年轻一代，他们对于司法也不再信任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司法还有什么未来？司法是我们整个社会秩序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道德的防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再信任了。这些司法官、这些检察官、这些调查局的官员，你们干了什么事？你们怎么让我们台湾的年轻的一代就再也不相信司法了？我觉得在这一次大罢免案中，你看有多少年轻人站出来投票？难道他们跟柯文哲没关吗？难道他们跟民众党没关吗？柯文哲就这样子被关到监牢里面，关了11个月，我们不理解。你要不你就起诉嘛，你要不你就你说他有逃亡的嫌疑吗？你说他有串供的嫌疑吗？你可以监听嘛，你可以对他的行动自由你可以监控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全部把他关在里面去。摊出来的证据，大家都觉得，连司法官，我们的很多法律界的朋友就说那是证据吗？我还是讲一句话，我们这一代早就不相信司法，可是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孩子，他们也不再相信司法。我不晓得这些读法律的人，你们在干什么？律师也好，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有良心有正义的，你们就站出来吧。另外，我觉得范云。坦白说，我倒是越来越感受到错愕。为什么？她是女性，她在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她很坚持的去捍卫女权、捍卫女性主义，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问题是，如果王义川今天是国民党的呢？你觉得范云会怎么回答？第一时间马上炮轰，马上批评，马上要求她认错道歉。要对女性要道歉，第一时间但是今天王义川不是国民党的，他是民进党的，那么就顾左右而言他，连一句谴责，连一句表达自己态度的话都不敢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政治考虑。一旦考虑到政治，考虑到利益，那原来他之前所坚持的，那就不是他的信念，不是他的理念了。我觉得这个是严肃的事情。他是一个读书人，那到美国也在读这个东西，也在研究这个跟社会学有关的。那他的理念如果是碰到政治就转弯，那就不再是理念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一个知识分子这一生最后不坚持，只因为屈服于政治。坦白说，这是我啦，至少如果是我屈服于政治而忘了自己的初心。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耻辱，对我来说就是我被钉在自己的耻辱柱上。我觉得馆长说的话是没有错了，很明白了。为什么要亲日？为什么要亲美？两岸合为一家人，两岸大家都在一起，其实统一就解决问题，也不会有战争了。你台独也不可能，也不敢，那一直在那边叫干什么？真是看不懂啊。来，请教舰长。这一次的大罢免大失败，当然到823还有一次
那但是呢，之前我们讲到说24+1为什么失败？那民进党都会归咎于还税于民的1万块，其实不是，是跟柯文哲有关。柯文哲这件事情就代表了司法不公。今天是柯文哲，明天又是谁嘞？明天会不会是我们个人呢？所以这就是一种唇亡齿寒的一种效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一篇呢，是2战结束之后，当初德国的一个牧师啊，他写出的一个忏悔诗。他说，今天呢，那个起初纳粹人抓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没有说话，那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后来无论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是工会的成员的时候，甚至犹太人的时候，都是如此。最后要抓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他站出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就是你今天不站出来，明天你就站不出来。那我们这样子讲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回到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他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的认同而道歉。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赖清德总统，他在1997年那个时候还是国大代表的时候，他写台湾独立万岁。其实我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这一共也不过就6个字，6个字里面有3个字是简体字啊。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戴红帽子的一个风潮的话，这有没有一点跟中国大陆有关联呢？所以我们这样讲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划清界限。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也就是馆长不断的在讲说他想要去9月3号的时候要去看解放军的阅兵，那也就是抗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台湾还有在记得这件事情吗？如果不是这一个当初中华民国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才换得到台湾回到中华民国？那我只想请问如果馆长或者是我们其中一个，或者我们2个都去了，你们回来要怎么样说我们呢？难道我们不能够每一个人去向每一个人的认同？那也就是其实没有什么通敌不通敌的啦，看个阅兵就通敌那其实真正通敌的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关于这个台积电把这个资料到底给谁了，搞又偷又抢的美国跟日本吗？那个才是敌。对，就是我们的大哥哥还有美国爸爸是不是在强取豪夺我们的资产呢？这是大家值得深思的问题。